花把我变成布莱德。但首先，我现在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对服装这件事情呢，我决定先寻找我的衣橱，看有没有些能用上的衣服。但问题是，这个角色的服装看起来十分的昂贵，在动画里面居然是裸体，一毛钱都不用花耶。而我实际上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我的衣服脱掉，露出我丰满的胸肌，然后我在我脸上画一些线条，方便我在后置的时候可以轻易的复制他脸上的纹路。所以整个故事情节呢，事实上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呢，我会蹲在地上，飞到天空，然后炸开。之后就有一个很多的金属圈圈从我身体里面飞出来，然后我就只好举起手，用我锐利的眼神凝视着前方 ，perfect。在我架设好绿幕并重复练习几次举手动作之后，我们的镜头完成了。首先，我需要先创建一个环境，这个部分实际上非常的简单，我只要把一堆石头、砖块和柱子放进这个场景里面，完成了。但是我突然发现，我似乎需要这个角色的3D 模型。正当我在烦恼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个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我电脑里了。绝对不是因为我花一整个礼拜在制作这个模型。接下来，我决定开始帮这个角色设置动画。但经过1个小时的工作之后，我发现看起来超级糟糕，所以我决定拿出有史以来最多的学习精神、最多的努力，然后我在 Mixamo 网站下载了一个3D 模型的动画，免费的线上3D 模型动画 Easy Part。不过由于它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裸男，所以我在把它裤子绑定到骨架上之后，对裙子做了一些衣物的模拟，然后呢，我做了一些头发的雕刻。因为它是放在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头发不需要那么的细节。后来我找到方法修复这个问题了，但是整个过程遇到最大的困难是闪电，因为我想让这个角色全身散发出闪电，并与它的环境互动，所以我使用了差不多1000个节点，并制作出这个互动式闪电 technology。但是当我想要把这个闪电复制到这个人上面的时候 ，Blender 会闪退。所以呢，天才的我想出了一个天才的方案，我只要把这个猴子放进他的身体里面，这个结果实际上非常的 nice。在最后的修饰之后呢，我加了一个叶子系统，让它起飞的时候看起来更有力量。对，这个地方是会有叶子的。但当我在最后合成的时候，我发现由于我加入太多的烟雾，所以它根本看不到，没有人看到我2个小时的努力。这个镜头完成了。对于第2个镜头，我首先需要修正一点肌肉上的小小差异，所以呢，我使用液化工具呢，把我的肩宽稍微再拉得宽一点，然后在修图软体呢，我可以让我的脸更像布莱特，并且更加帅气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有几帧在 Photoshop 绘制的图片。但我们要的是一部影片，所以我就把这几帧还有这部影片呢放进一个叫做 EB Synth 的软体里面，然后经过不知道怎么运作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。我知道它现在看起来还有点奇怪，但相信我，它一定会变得更好。当我在尝试制作它身上黄色纹路时，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男生2颗马芬蛋糕的用处。它们实际上是一个跟踪点，你没有听错，它们是一个跟踪点。我只需要在 AE 里面跟踪它们，并让我绘制的纹路跟随跟踪点的动态，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超赞的结果。在这个问题解决的同时，我也得到了诺贝尔的人类研究奖。如果你们想要支持我做更多的研究的话，订阅我的频道。现在我们需要头发，我知道我不是光头，但我们要的是蓝色和黄色美丽的头发，而不是这边海苔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首先跟踪我的脸部动态，然后呢到 Blender 里面创建一个头发系统，然后设计这个头发之后，接下来呢我必须要做很多物理计算，所以呢我记下20个物理公式之后，再把它们打成程式。好，没有，我只是按这个按钮，然后它就动起来。在做完头发之后，我帮耳环做了一些动态模拟，这做起来真的非常简单，只花了我4个小时。接下来我回到 Blender 并做了一些粒子模拟之后呢，是时候把头发、耳环、我还有背景。等一下，我忘记要做背景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使用上一个场景制作的背景。然后我加了很多的烟雾、爆炸、粒子效果，最后再把我们刚刚做的碎片合成上去，然后我的影片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就来看最后的成果吧。你觉得我要 cosplay 什么角色？
咖喱拌饭，咖喱拌饭，黄色，布莱特，黄色。